简宁，你到底给我吃什么东西？我跟你拼了！吵啥子吵？还让不让人睡个安稳觉了？这是啥子地方啊？你个杀千刀的人贩子，干嘛老是拐到这山卡卡头来？啊！我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的 S 型生产了，我的 S 要了！这才几天，家里的存粮就被吃光了。一天8顿饭，一顿10个馒头，这家迟早要被吃没了。能吃就算了，还一点活都不干，难怪老三不愿意和他洞房。吵什么吵啊！以前我一天18顿饭，现在一天才吃8顿，不算吃苦吗？唉，快点，再给我盛2碗。简宁，求求你别吃了，家里米缸已经见底了。不行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要分家。我们也要分家。分家就分家，但是你们休想从我们家拿走1厘米！哼！这个是西域地带流传的大宝丸，男女都可用。这吃一点下去，嘿嘿，柳下惠都坐不住。真的？童叟无欺，不过每次只能吃一。姑娘，注意药量，1点即可啊！小伙伙，你不是看不上我吗？今晚老娘就让你臣服在我手下。幸，真幸，别人穿越成公主小姐，我居然是这样的开局，真是天崩地裂。我丢，上头了！你不要过来啊！没了，守了19年的清白没了。娘们儿唧唧的，你有完没完啊？我吃这么大的亏都没鬼叫，你鬼叫啥子？你还吃亏了？不然呢？你是男人，我是女人，这种事本来就是我们女人吃的，尤其我还是主动一方，我不吃亏，谁吃亏？你哼，你什么理啊，小弱鸡？还好意思天天说我胖？你太欺负人了！别说着了，自己收拾好。哇雪，这身体太肥了，跑2下就喘得像头牛啊！必须赶紧减肥，不然这虚胖的身子迟早要出问题。饿死了，这身子饿得也太快了。这具身体一顿吃10个窝窝，我撑死一天吃2个，这得减到什么时候？这破椅子比纸还脆，就我这身子走哪儿塌哪，再不减肥，家具都要塌没了。我去做饭。
家里就这些吃的了，等过几日地里收获，我肯定给你多弄点儿。我吃一个就够，你一个大男人就啃俩窝头，难怪虚得连床板都撑不住。还有以后饭我做，你去种地，别整天跟受气小媳妇似的磨磨唧唧。你又想耍什么花招啊？减肥听不懂啊？减肥？你要减肥？你以前一顿顶我5天量，居然要减肥？这也是不是烧傻了？太不对劲了！剪你个头！老娘认真的。这元老力气也太大了吧！这饭还真不是白吃的。他居然单手就能举满满一缸水，难怪我们5兄弟联手都打不过他。这哪是人啊，这分明是猛兽啊！小伙伙，以前怎么样我不管，但是现在我要改变自己。我不仅要变瘦，还要和你好好过日子。以后这个家我做主，你只管吃饱饭，种好地，然后给我好好生个大胖小子，听见没有？这得遭多少罪才能生娃？你力气大说了算。夫君，天色不早了，我们早点回房间努力吧。这便宜老公长得还挺帅的，完全不输前世那些顶流。还来啊？下次吧。我去煮饭。得了吧，小吉米，你瞧你的虚样，好好歇着。今天本宫来。不行，我堂堂7尺男儿，天天被一个女人嫌弃虚，老子一定要超越简宁。天天野菜窝头，刮得老娘嗓子发麻。今天不搞点肉，本姑娘这身力气都没处使。我的个乖乖，至少是6年生老财户，一根就能卖50文，暴富啊！哟哈哈，送上门的外卖，今晚靠蛇肉管够。个头还行，就是瘦了点儿。勉强塞阳风吧。简宁，我不准你再进深山，山里有狼群野猪，出了事谁负责？第一，你打不过我，少管本宫去哪儿；第二，我是去搞钱，不是送死。老娘进山是去抢钱的，看看这些宝贝，今晚加餐吃肉，你还敢吼我？你一个女人，天天干这种活，太危险了。来，你连我这背兜都提不动，跟我谈什么男女规矩？接着。
以后我负责在外面搞钱，你专心在家里种地。等你什么时候能单手举起院子里那口大水缸了，再来跟本宫谈这些大道理。行，明天开始，老子加练，我就不信我一个大老爷们还比不过你！太好吃了吧！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香的肉。明天去镇上买3个鸡蛋，1包盐，明晚给你做乡村炒鸡蛋。你哪来的钱？干净吗？以前存的私房钱，干干净净。等柴胡卖了，赚他个几10倍，以后白面猪肉管够，保管把你这小鸡米养得白白胖胖的。知道了，明天我去买。下次进山必须带上我，换我保护你。好了，吃饱喝足，该干正事了。干啥正事？当然是魔鬼黑心拉链。要出人命了！嘿嘿，小帅哥，顶级栏目。我操操！小火火，你这眼眶怎么肿成这样了？谁大半夜偷袭你？昨天起夜，不小心自己撞墙上了。喂，小火火，你大清早盯着本宫发什么呆呢？没有，我去做饭。小火火，你个小王八蛋，给老子滚出来！老子今天非卸了你的狗腿不可！居然敢虐待我闺女！爹娘，你们在唱的哪一出啊？我的心肝肉啊！你看你都瘦脱相了，这手上的茧子肯定是天天让你干重活磨出来的。小火火，你居然敢让我闺女吃这种猪食！今天老子非打死你这个白眼狼！爹，娘，你们快冷静点，小火火没虐待我，这米缸是分家就这样的。我手上的茧子是前名贵草药磨的，这变瘦是我自己操着要减肥的。爹娘，你们看，我现在能靠采牙赚钱，还能自己打猎吃肉，再过几天就能赚好几两银子嘞，你们就别担心了。这些是娘攒了1个月的，你必须收下，不收，老娘今天就坐这儿不走了。行，我收走，谢谢娘。对了，爹娘，正好有个事儿，你们和小火火搭把手帮个忙。家里没大臣，小火一个人又抬不动我，
正好让我爹娘一起来，给我称称体重，看看老娘这一个月甩掉了多少肥肉。老太婆，快点拨拉秤砣，我跟女婿要顶不住了。小伙伙，你到底行不行？大男人怎么抖成这样？我行啊！162斤，我的好闺女啊！闺女一下子少了整整18斤肉啊！我的个亲娘哎！我的小屁股真的当场裂开4瓣了。娘，这女土匪，没想到也有这么像小女孩的一面。不许欺负我家简宁，知道没有？要是下次来让我发现我闺女少了1根毫毛，老娘跟你拼命！到底是谁欺负谁啊？你闺女一天到晚单手举丧，大半夜拿我当沙包拉练，我这小腰子都快要报废了。简宁，你发什么疯啊？不好意思，纯属长期训练的本能反应。咦，你这个是要送给我的？不然呢？我好不容易攒钱买的，结果被你一拳打飞就算了，还差点被你打死。对不起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那谢谢你啦。谢谢你了，小燕子。好看，比我之前用的那根破布条好看100倍。小伙伙，你眼光真不辣。这女人好像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，这日子好像也越来越有盼头了。就这点毒也敢来碰瓷？转了大半天，满山全是些不值钱的车前草，药铺白给都不收，真耽误本姑娘发大财。累死老娘了！这婆身体真是走2步就喘，再不喝口水，我这千秋霸业还没开始，就得交代在这深山老林里了。等等，有水神，天无绝人之路啊！渴死老娘了！千将真言，今晚赐予。想什么来什么，水族鱼的灵魂有了！完蛋！家里穷的连一滴油都没有，水族鱼拿白水族啊！没有油，老娘就干煸，强死拉倒！
你胆子肥了是不是？敢往深山老林跑，遇到野狼连骨头渣都不剩。来头狼更好，一拳爆头，狼皮卖钱，狼肉下酒，简直完美。你就吹吧你，赶紧走，再不回去喂蚊子去。费半天劲就抓着泥腥鱼，村口河里一抓一大把，狗都不吃。哼，没见识！今晚本大厨就让你开眼。野鸡头呢？你连鸡头都不放过？县城随手劈了扔山上了。哀家娘们儿，鸡头也是肉啊！这千金大小姐哪来的一身怪力？本姑娘来劈叉了，小燕子，去把鱼杀了，准备接驾水煮鱼大餐。千金，你到底是在做饭还是在炸房子？救命啊！夫君，趁热吃。你真的不是要谋杀亲夫吗？吃或者死，你选一个。入口即化，辣得头皮发麻，却一点都不腥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！你果然还是想谋杀亲夫。怎么样？要是有香油，肯定更好吃。吃鱼肉还能减肥嘞。这哪是吃饭，这是在吞沙司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这床比我的命还硬，骨头都要散架了，连个火炕都没有，冬天怎么过啊？等农忙结束，我自己盘一个。你连火炕都会盘？你到底是17岁还是57岁的老泥瓦匠啊？先别盘炕了，明日你再去一趟镇上，把我挖的草药拿去医馆卖了。以后我负责上山进货，你负责下山销赃啊，销售，咋样？可以。蚕都把愚蠢的鱼类，今天本王就送你们下锅。话说草药能卖多少钱？你心里有数吗？完全没有，别被骗就行。连价钱都不知道就敢让我去卖，这心比脸盆还大。掌柜的一股子穷酸味儿，别熏坏了本少爷买的贵重补药。掌柜的，我这有刚挖的草药，你们收吗？去！拿着几根不值钱的破草根也敢来百年老店装大爷？滚！嘿哈！你要是能在那破医馆卖出半个铜板，老子把脑袋割下来给你当夜壶。哎，掌柜的，天大的好货！极品野生老三七呀！什么极品？我要了，我出高价抢了。哟，这不是对面百年老店的掌柜吗？怎么这么快就舍得把你那尊贵的脑袋割下来当夜壶了？这位胡掌柜非说我的极品37是不值钱的破草根，把我轰出来了。老胡啊老胡，你天天吹嘘长了火眼金睛，今天居然把财神爷往我门里推。小兄弟，11两870文，哥哥给你凑整
12两。12两，简宁这丫头什么神仙运气？我得赶紧回去，千万别被贼惦记上。回来了，你这捂着肚子弓着腰的，上街抓贼去了？叫得这么凄惨，你这做贼心虚的死样！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真去偷人家东西了？闭嘴！什么偷东西？进屋，隔墙有耳。瞧见没？今天卖药材得来的，整整12两！我擦，12两！老天爷，本姑娘的财富自有大计，这是要一夫登啊！这么多钱，你真的一文不留，全都给我？废话，全是你挣的，老子才不稀罕。行了，你好生藏起来，我去田里干活了。这败家娘们儿还怪好看的，我瞎想什么呢？谁能想到，这穷的耗子都含着人类走的厨房底下，埋着12两巨款呢？今天没采到药材，但抓到了这极品3针。今天晚上，本王要让外面的肥鱼和野鸡死得其所。我的妈呀，这也太香了吧！简宁，你做了啥妖蔬菜？怎么这么香？山上摘的蘑菇炖鸡。我操，蘑菇，这玩意儿能乱吃吗？去年就有人吃野蘑菇，全家汤板板直接毒死了。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嚯！好鲜！我怎么感觉眼前有几个小人在跳舞？没中毒，赶紧过来给本宫烧火，火烧旺点儿。我特意切了3个大萝卜，4根黄瓜，做个超大份的水煮鱼。一会儿做好了，你拿篮子装上，趁热给你爹妈送一盆过去。他们天天吃清汤寡水，也该弄点重油重辣的补补亏空了。这死胖子，自己才刚吃上顿饱饭，居然还惦记着给我爹妈补身子。这傲娇女土匪，心肠到底是什么做的？那这鸡汤这么补，你脑子被驴踢了！两边老人问你哪来的野鸡，你怎么说？说我一斧头把野鸡头劈了打来的，就送玉，火里一抓一大把，随便胡过得过去。好家伙，这女人精得跟猴一样，连大逆不道劈鸡头的事都跟我说，是真不拿老子当外人啊！看什么看？赶紧送过去，然后死回来！篮子里装了2个破盆，还有一份是我爸妈的。好嘞，我去就回。提着个空篮子来，老五绝对是家里断粮了，打着送东西的幌子来抢口粮的。三嫂，爹娘呢？你来的真不巧，爹娘去隔壁村走亲戚了，家里连锅都揭不开了，1粒多余的米都没有，赶紧走！老五啊，爹娘都在屋里等着你呢，快进来！小五啊，是不是家里没米下锅了？娘去给你拿。娘，小宁今天做的鱼，这盆拿给你们尝尝。这香椿芽也是她凉拌的。儿媳妇做的，
那好吃懒做的活祖宗做的，打死我都不信。真的，他会吃也会做，这鱼经过他的手，一点土腥味都没有。原来就是一股子土腥味的破鱼啊！五弟还真是孝顺。娘，您赶紧拿个盆来腾一下，这篮子里还有一份是给岳父一家的。小宁还在家等我吃饭呢。老大家的，快去拿盆！小宁现在嫩能干，这一闻着就好吃。爹娘，我先走了啊。小五这日子是真过不下去了呀，居然都沦落到吃着河里没人要的土腥鱼来充饥了。看来家里连一粒米都没了。小宁婶婶做的鱼真香。吃饭，顺道尝尝小五媳妇儿这逼不得已的手艺吧。你刚才说，这鱼是我们家小宁亲手做的？嗯，小宁特意做来孝敬爹娘的。哎呀，我的可怜的闺女哟，在娘家连个碗都没洗过，居然被逼得下厨了，这得受了多大委屈啊！姓肖的，你是不是连饭都不给我妹妹吃，逼着她干苦力？没有，家里真的有粮。小宁那是嚷嚷着要减肥，真不是我饿着她。大哥二哥冷静啊！减什么肥？我闺女那叫有福气。女婿，这袋米你必须带回去。去，把后院那袋刚磨的白面扛来，一块让她带走。娘，真不用，家里真有粮，我不拿。拿着！敢饿着我闺女，我们简家拆了你那破草王！哎，跑啥呀？米和鸡蛋都没拿，你连篮子都忘了。好家伙，在自家爹娘防我像防贼，在岳家差点被麻袋砸死，难怪简宁那么霸道，这一家子纯纯拿他当祖宗供啊！你这副鬼样子，半路上遭贼打劫喽？没有，娘非要塞给我一堆东西，我实在招架不住，只能抢了盆就跑。坏了，光顾着抢救你交代的那俩破盆，我把装盆的东西落岳母家了。多大点事儿，一个破篮子而已，过几天再去拿就是了。赶紧洗手，快吃饭。不行，小伙伙，咱们得盖个新房子，不然这破屋，咱们冬天不冻死也得冻个半死，老了还要得风湿骨痛。咱们要盖就盖青砖大瓦房，最好带个大院子。青砖大洋房啊！你打算去抢哪个镇的钱庄？咱们村长家当年盖那个院子，可是整整花了50两银子，咱们手里这12两，连买砖的零头都不够。才50两，不就是卖几个度假吃吃配方的事儿吗？干了，小伙伙，咱们一起挣钱，租大院子。他想盖房子，还要跟我一起住新房，那岂不是以后每天都要在宽敞的大炕上睡一个被窝？他这绝对是想跟我白头偕老啊！我明天就去打听。媳妇儿，明天我去县城给你车几尺布做身新衣裳吧，你这身衣服都松垮的不能看了。算了，我现在买衬衣也不划算，我还得继续瘦。等我真瘦下来，我要穿最掐腰的裙子。其实吧，你现在这样一点都不胖，走出去人家只会夸你像地主家收租的老板娘，一看就特别有福气，多霸气啊！呸，什么有福气？这身衣服都快撑破了，严重影响我干活的速度。等我恢复巅峰状态，不仅能一拳打飞2头野猪，还能把这破草屋掀了重盖。这心机男绝对是想把我养懒，好让我一辈子离不开他。闭上你的乌鸦嘴！
回事？我夸他有福气，怎么还急眼了？这惹恼了咋哄啊？我这辈子也没哄过女人啊。发什么呆？还不滚去撒鱼？今天教你做个赚大钱的宝贝。得令，我现在就去。这玩意儿滑嫩弹牙，居然一点土腥味都没有！天哪！要不是我亲自剁的，我打死也不信这是那破河鱼做的。明天你带去镇上酒楼推销，记住了，这叫水丸。成，那咱这金疙瘩卖多少钱一斤？40文一斤，少一个子儿都不卖。40文！镇上上好的五花肉才15文一斤，你这破河里捞出来的免费鱼，你卖40文，你干脆直接去抢钱庄得了！啊！疼！放手！耳朵要掉了！你懂个屁！去抢钱庄还要冒着杀头的回风险呢！老娘这叫合法抢劫，技术垄断，独卖手艺，爱买不买。掌柜的，借你家魏厨一用，我给您做碗能救你这酒楼命的吃食。去，随便用，反正下个月我就准备关门回老家种田了。味道尚可，但这肉质稀奇，滑嫩无骨，怕是成本极高吧？我这快倒闭的小店可收不起。掌柜的，您要是不喜欢，下次能别把碗底子都舔得这么干净吗？这叫水丸，材料漫山遍野都是，成本连猪肉的1/10都不到。什么？成本不到猪肉的1/10？快，多少钱一斤？40文。太贵了，我这酒楼连个鬼影子都没有，实在买不起呀。告辞。小兄弟留步，我买不起水丸，但我看你媳妇儿是个高人，这门手艺绝了，我出高价买她的独家吃食方子。想买我媳妇脑子的方子，那可比这水丸贵多了，你买得起吗？50两！小兄弟，我这酒楼虽然破，但我把棺材本全部掏出来，出50两银子买你媳妇儿的独家方子。我操，50两，刚好够盖青砖大瓦房的钱啊！我媳妇儿这嘴是开了光吗？50两，哼，这事儿我一个人做不了主。我回去问问家里的，他若点头，我再来找你。成，小兄弟慢走，我等你的好消息啊！那掌柜的连50两都喊出来了，可我媳妇一句话没递，我连个价都不敢开。唉，我这堂堂7尺男儿，现在怎么活脱脱像个吃软饭的呢？做啥都不行啊！听你这描述，这家老板做人厚道，最不会狗眼看人低，但同样的太老实了，酒楼生意也是最差的。不行，我得亲自去趟镇上，看看那酒楼的地理位置和实际情况再定价。你要去镇上，就穿这身破麻袋？
呀，你去把我娘叫来，让她帮我改改衣裳。干嘛这么麻烦？你直接把方子教我做不就行了？教你？算了吧，10分的味道，经了你的手，最多剩3分。你的手艺，本大厨100个信不过。我最近一直觉得自己还不赖啊，一次次怀疑人生，这打击不可谓不大啊！成，我现在就去叫人。胖丫儿，娘的乖宝啊！你想娘了，你跟着这穷小子受大苦了呀！娘，那个针线盒我给您端着，您仔细守，别扎着。哼，指望你护着我闺女，我算是瞎了眼。把线盒端平了，别抖。哎呦，我的老天爷！这腰身瘦了这么多，我可怜的闺女，风一吹都要跑了。跑什么跑？那叫利索。行了，小伙伙，别搁这儿缩着了，走，跟老娘杀到镇上酒楼去。哎，你们说简家那胖丫头是不是瘦了？好像是下巴尖了一点。瘦啥？她要是叫瘦，我们叫啥？老萧家娶了她，真是倒了8辈子霉。不仅是个吃口米缸的饭桶，还带累的小伙伙，天天只能下地干苦力。瞧瞧小伙那一身补丁，穷酸死了。跟着这胖妞，一辈子别想翻身。不过她长得那么壮，像座肉山似的。他单手捏碎了石木。苍色夫，我的腿分不分得开，用不着你来操心。但我保证，你们谁要是再敢拿我夫君开半句黄声，嫌他穷，笑他弱，我下一秒把这嘴巴里牙一颗一颗全捏成滚！他竟然是为了护着我。看什么看？坐好，手这么凉，虚不是你。那个嫂嫂们每次来镇上，就算不买东西也要把集市绕3圈。今天赶集挺热闹，你要不要也去逛逛，买点好看的水粉胭脂啥的？逛街能当饭吃，还是能变出银子？老娘这160斤的健硕体格是靠水粉仔仔子撑起来的吗？搞钱才是正经事，跟紧点儿，别走丢了。小伙伙，你确定是这家？现在可是正午饭点儿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，冷清的跟卖棺材的铺子一样。地段这么好，却没客流，这老板不是脑子有坑，就是厨子做饭像投毒。就是这家，难怪昨天那掌柜的拉着我不放。合着只要是个喘气儿的走进去，他都觉得是来添人气的。怕个屁！这种快破产的老板最好进城合作了。进。哎呀，小兄弟，你可算来了！我可是盼星星盼月亮，等你一上午了。这就是昨天这小子吹上天的高人媳妇儿，长得粗手大脚的，活像个干苦力的壮士村妇，能做出啥精细美味？别是联合起来上我这儿骗吃骗喝的吧？这位就是弟妹吧？快请坐，快请坐，来人上茶。掌柜的，茶就不喝了，一会儿还要赶牛车回村。我先借五福做道菜给您瞧瞧，您要是觉得合适，咱们再坐下谈银子。这胖丫头倒是个爽快人，带路。倒来，起来！
我的个亲娘哎！我炒了半辈子菜，今天才知道自己以前做的全特某是白水煮肉啊！尝尝。绝了！外焦里嫩，麻辣鲜香。小娘子，你这手艺简直是神了！手艺再绝有什么用？您这酒楼咋还冷清成这鬼样？还不是街对面那2家酒楼不做人，菜做的跟屎一样，居然天天雇几个狐狸精在大堂里跳舞，好好的吃饭地儿搞得跟花楼一样，偏偏那群男人就吃这一套，简直伤风败俗。骂人没用，我不仅有这盘炒鸡的方子，还有比这更有特色的菜。掌柜的，您打算怎么卖？小娘子，这鸡是好吃，这样吧，我出1个菜方10两银子，这可是天价了。10两！我的老天爷，一个做法就能卖10两，发了！20两。姐姐，你疯了！20两？你知道20两能买多少东西吗？人家会把咱们打出去的。20两？你这是抢钱庄啊！太多了。4、3、2，不二价。你买5个方子，我白送你一个比请美女跳舞更管用的揽客绝招。干了！5个方子，65两。师傅，您慢点走，师傅。您看我这脆皮豆腐的火候对不对？小娘子，那您刚才说的揽客绝招到底是啥？找索叔先生，每天正午卡着饭点讲悬疑连续剧，别将那些茶楼里听烂了的陈词滥调，每次卡在最精彩、最要命的位上停住。客人想听大结局，第2天就必须再来你家花钱吃饭。好主意是好主意，可我去哪儿找新鲜刺激，能勾住客人的新话本子啊？掌柜嘞，你听好，雷雨交酒之夜，权倾朝野的冷面摄政王将带泡泡的娇妻死死按在墙角，他双眼猩红，死死捏住她的下巴，声音沙哑的怒吼：女人，你竟敢背着本王生下3胞胎，你这是在玩火！然后呢？那娇妻被掐死了没？3胞胎到底是不是摄政王的骨肉啊？你快说呀！欲知后事如何，这可是另外的价钱。价钱？我价！姑奶奶，你快说，那带球跑的娇妻到底跑没跑掉？3胞胎到底是不是摄政王亲生的呀？按在墙角，捏住下巴。我媳妇这脑子里一天天装的都是些什么虎狼之词啊！掌柜的，你一把年纪竟然还听上头了！掌柜嘞，想追根，光靠我用嘴说学不行。我写，你找索叔先生在大堂里天天讲。你猜对面的客流会不会全到你这儿来？你一个小娘子，竟然还识字，还会写话本子！武侠、悬疑、宅斗，我随便抛出一本，都能让你在大堂天天爆满。他不仅会做神仙菜，竟然还识字，会写书，怎么就像个挖不完的宝藏？若真如此，写话本的事儿就劳烦小娘子了。咱们以后可是长期的买卖，这第1个本子就当送哥哥见面礼。掌柜嘞，谈交情伤钱，1000字1两银子。1000字1两？你去镇头打听打听，代写家书的秀才1封信才收几文钱？秀才写的是废话，我写的是你干翻死对头的底牌。你是想守着你那几文钱回老家种田，还是想用这点润笔费换你酒楼日进斗金？老板，快答应算个啥？不听大结局，我晚上睡不着觉啊！闭嘴！你个吃里扒外的反骨仔！各退一步，500文，不能再多了。但笔墨纸砚你得自己买。成交。不过笔墨纸砚你得出钱让小儿去隔壁买最好的送我。多谢掌柜赏赐。掌柜嘞，下午让人把酒楼打扫干净，明天请个舞龙舞狮队。
开业前5天搞个红烧狮子头免费试吃，饭菜一律买1送1。还有，后天我相公来送3000只开票，顺便把酒楼要用的5斤蜜汁水丸子一起送来。这脑子比我干了20陈的双年的老油条还老道。萧火火这穷小子，上辈子是拯救了龙王爷吧？娶了个财神爷回来。媳妇儿，2个半时辰，咱们赚了65两，还谈下了一桩长期买卖。你要去买点金银首饰或者新布料吗？买个屁！一会儿还要坐那群长舌妇的车，买太多遭人憎厌。今天就买10斤最便宜的糙米做做样子，走回家。小火火，咱家这篱笆太矮了，连狗路过都能看光，毫无隐私。那我明天上山砍竹子，加高1圈。加什么高？浪费体力。咱们直接买地盖新房，盖个带高墙大院的青砖瓦房，院门一关，吃香喝辣，谁也别想偷窥。他赚了钱没跑，居然连我们以后的家都规划好了。可村里人眼红，追问银子哪儿来的，怎么说？你就说你媳妇儿在深山捡了个比脸盆还大的巨型大蘑菇，然后呢？拿去镇上药铺，掌柜当场下跪，说那是100年老灵芝，直接开了高价。大家能信？无本买卖全靠运气，眼红去吧。今晚你去村长家探探底，演技飙起来。小火火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！老婆子，快倒热水。造孽啊！这孩子大晚上来，肯定被简家那悍妇虐待的揭不开锅了。瞧这小脸瘦的。孩子，跟叔别客气，是不是在家里受了大委屈？叔这儿还有30文私房钱，你先拿去使。咱大老爷们儿可不能被个悍妇活活饿死。村长叔，我不饿，我媳妇儿对我挺好。那你大晚上来，我来打听打听，如果要在村里买下我家旁边那整块空地，盖一间高墙大院，买得起大红漆门的3进青砖大瓦房，大概需要多少银子？孩子，你刚才说要买啥？要干啥玩意儿？造孽呀！这孩子竟然被简家胖丫头折磨得疯魔了，都开始说胡话了。老头子快，咱们快带这可怜孩子去看郎中啊！真的大钱招银票，13两。小火火，你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去抢县衙的官金了？叔，盖一间您这样的青砖瓦服，现在大概需要多少钱？我环境这样的，当年花了20多两，如今贵些也差不了太多。你小子真盖得起啊！叔，婶儿，其实是前天我媳妇儿进深山挖野菜，不小心刨出一个比脸盆还大的巨型大蘑菇，拿去镇上药铺一问，那掌柜说那是年份吓死人的极品老灵芝，当场就给当了高价。卖了多少？卖了整整100两。100两！简家那胖丫头到底是什么精灵转世的狗屎运啊！好小子，无本万利全靠气运，这钱在村里能横着走。地契书明天就帮你办妥。相公辛苦了。这2匹布2个颜色，大哥3个加1户半匹做衣裳，好肉1户2斤。那二哥和三哥家呢？除了2嫂3嫂这2个搅屎蠢，剩下的哥哥们都有份儿。他们要是敢来作妖，以后休想占老娘一点便宜。胖丫儿，我的闺女啊，你还在不在啊？爷娘，哥哥们，你们提着刀干嘛？哎妈，还好我闺女还在，村里都在传小火火要盖房了，你爹差点把家里的屋顶给掀了，我们还以为萧家把你这180斤的肉卖给黑作坊换了银子呢。挣来的，小火火那小细胳膊小腿的能干啥？他是不是背着你去镇上的南风馆卖身了？岳父大人，你们家怎么什么都敢脑补？我天天在村里种地，怎么去南风馆卖身啊？爹，没有的事儿，是我最近上山挖野菜，踩了狗屎运，刨出一个比脸盆还大的100年老灵芝，抱着去药铺卖了高价。大蘑菇。
灵芝，那玩意儿真那么值钱？卖了多少？10两，那足够盖间大房了。是100两。好家伙，刚才提着大刀来拼命，现在听到100两，连亲闺女都绑架，老娘快被你们屁股挤断气喽！简家真的把简宁当宝疼着。真的，要不我现在把银子报出来给你们瞧瞧。就是我藏得很严实，为啥要平白无故虚报100两？还不是因为这具身体自带了怨念。我变回来了。喂，现代人，你那是什么嫌弃的眼神？老娘知道自己以前做天做地，给全家和萧炎添了不少麻烦。哟，你还挺有自知之明。我不管，反正现在我把这身子借给你，你占了便宜就必须替我好好补偿他们。买地盖房，让我爹娘住上大房子，少一样都不行。知道了，地已经买了3亩，保准让他们当上村里首富。你交代完了就赶紧退场，别耽误我。不许见！老娘身上这身肉是10几年来一口吃出来的江山，不许少，不许爱我，胖着才显得有福气。你要是敢动老娘的脂肪，我做鬼也不放过你。大姐，你看看你这一身，走2步穿3口。高学子天天在门口排队，这也叫福气？我不管，反正不许见。抱歉，我的灵身长啥样，这具肉身以后就得长啥样。你给我看好了，等本姑娘用现代科学方法调理，迟早把以前这副亭亭玉立的漂亮身材给你找回来。搞事业顶着160斤的肉山可不行。元祖，你给老娘在后排看好了，我非要瘦下来，闪下所有人的狗眼，做一个能跑能跳、亭亭玉立的美少女。这些银子你一定收好喽，谁借都别拿出来。回家我得把家里人的嘴都锁死，绝不能让萧家那群填不满的无赖上门来借银子。买完3亩地盖房子，估计这100两还不够造呢，能借谁？你说啥？100两还不够你造？你这是想在村里盖个皇宫啊？盖个带前后大院子的青砖房啊！还有爹，咱们家那破泥王翻新我也包了。你瞎说啥？谁叫你帮我们盖房子了？你自己过好就行，我们好着呢，啥都甭管。爹娘，银子是小宁挣的，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好孩子，咱们家的屋子你别管，先盖你们自己的。有病吗你？有话就说，有屁快放。哪个好人家的大家闺秀能把有屁快放说得这么顺口啊？我这媳妇儿成亲后真是不一样了。一会儿我爹娘可能也会杀过来。便宜公婆还好对付，怂得很，只要来的不是你那2嫂3嫂就行。那2个爱算计的搅屎棍，怕是拉不住。老五呀，爹听说你要买地盖青砖房子了，胡闹！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能不跟家里商量？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当爹的？已经分家了，这是小宁的主意。真该！穷的掉渣的俩人，你哪来的银子？你今天必须说清楚！小宁挣的。放屁！五弟把我们当傻子哄呢！死肥婆进门1个月，吃了我们萧家多少粮食？他除了吃能挣个屁的钱，还一家人呢，赚了黑心钱不想着孝敬爹娘，藏着掖着，好意思吗你？分家了也是萧家的种，长幼有序，这银子何白交出来给大家分？我看你才是扯淡，银子是老娘挣的，别说分家了，就是没分家，老娘的东西你们连一根毛都别想碰。
弟媳妇儿打嫂子了！爹娘，快看看这个恶妇啊！少在老娘的地盘撒野！谁要是敢把主意打到我的银子上，嫌命长了，老娘当场送他一程！不过要让你们失望了，银子真是我挣的。哪里挣的呢？哪里挣的呢？老天爷送的。爹，娘，小宁说的是实话。前天他进深山就抱回来一个跟这肉块一样大、邦邦硬的怪蘑菇，他闹着要吃，我怕有毒，连夜抱去县城药铺。哪曾想，那药铺掌柜当场大惊，说那是年份极高的绝世老灵芝，当场就抬出大箱的银子买走了。老灵芝！一个破蘑菇凭啥卖这么多银子？那银子呢？拿出来给大家瞧瞧！能卖多少？三嫂明天自己进深山捡一个去县城卖了，不就知道了？就是，真当自己脸大，问啥我们都要回答，没得米。不，老儿媳妇，你千万别乱想，已经分家了，你们的银子就是你们的，我们怎么能要贴补？我们就是好奇嘴快，绝没有这心思啊！老五手里有点钱，可得省着花。行了，等盖房子我们全来顶工，不用叫外人，省钱。走了。小伙伙，过来。咋了，媳妇儿？把这个给你爹娘送去，要是缺啥少啥，回来跟我说。媳妇儿，你啥你？别磨磨蹭蹭的，天快黑了，送完赶紧回来吃饭。我炖了红烧肉，完了就只剩汤了。哎，好。娘，我给您和爹送点肉和布过来。最近天凉了，明天件衣裳。哎呀，买这些干啥？你们刚分家，日子紧，你爹去隔壁串门了，咋瘦了就回？对了，小宁咋样了？我瞅着他上次抢着干活，说干我买的还肥，饭的吃比我还少。那么少还抢着干活，这身子骨守得住吗？给肉行想借粮做梦。他最近闹着减肥，天天满大山抢着干活，说能相抵脂肪。现在饭吃的比我还少。吃那么少还抢着干活，守得住吗？大姐，世上就有这种人，抢着干活还不抢饭吃，真是长了副劳碌命，一身蛮力，比家里的老骡子还好使。而且这肥丫头手里现在可攥着整整100两的巨款呢。